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的视频呢，给大家讲一下微波炉。那么微波炉呢，每家都有。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，会稍微有一点长。那么按照章节呢，先是原理部分，然后拆解部分，最后是一步一步的维修部分。希望我的这个讲解呢，能给大家对微波炉有一个全新的认识，并且呢，如果出了故障以后呢，你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判断和维修。那么这个视频呢会稍微有一点长，按照章节部分呢，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 description 啊，有这个章节的这个时间分段，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时间分段呢来选取自己喜欢的章节呢进行观看。好了，那我们下面呢就讲第一个部分，微波炉的工作原理。那么我们的电源呢从开关进来了以后啊，有整流部分、保险丝部分，那么带动了马达以及转盘呢对这个食物进行加热，还有控制面板以及温度控制。这些常规的电路以后呢，这就进入了微波炉的核心部分。那么我们核心部分呢，现在目前市面上呢有两种形式，一种是传统的叫 transformer 变压器形式，变压器的一部分呢提供降压，给里面的这个钨灯啊提供这个能源。这个钨灯的表面呢放射性的元素镀90，钨呢是74。所以为什么要选用这个镀呢？镀是一种非常安全的一种民用的放射性物质，它呢可以产生大量的电子。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，则是经过密集的线圈进行升压，那么升压到多少呢？将近2000到2500伏。那么更加老式的微波炉呢，可能还会电压更高。那么升完了高压以后呢，再经过整流升压，进一步的倍增电压，能达到最后5000伏的直流。那么这是传统的 transformer 的形式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视频呢，是一个新式的微波炉。那么它使用的是逆变电路，叫做 inverter。逆变电路的工作原理呢，那么待会儿我会跟大家详细的解释。那么经过整流升压以后，5000伏的这个直流啊，那么直接输入给 magnetron， 那么中文呢就叫做磁控管。那么磁控管是一种什么玩意儿呢？实际上就是我们原来的老式的真空管，也就是我们的老式的球形的电视机。那么这个5000伏呢，实际上是负5000伏。钨灯上面的这个镀啊，电子呢就游离出来，形成电子云。那么这个电子云在这个磁控管里面，那么磁控管里面呢是若干个真空的腔室，在高压直流电下形成稳定的磁场。那么这些游离的电子呢，就在这个真空管里面呢不断的运动。当它在不同的腔室之间运动的时候呢，速度会发生变化。当电子速度发生变化的时候呢，它就产生了电磁波。最后呢，这个电磁波呢就稳定在 2.45 个 G。2.45 个 G 的微波，那么通过导向管导入到这个腔室里面，对食物进行加热。那么剩下的原理呢，就是分子共振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。微波炉里面另外一个部分呢，就是这边有风扇，要对这个磁控管呢进行这个降温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写成整流增压，实际上叫 doubler。那么 doubler 呢，现在有半波和全波，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在使用是全波，叫 Grenache circuits。那么它呢可以把这个电压呀进行翻倍，输出的时候是2500，那么到这个地方呢就变成直流的5000了。跟大家讲解完了，这就是微波炉的整体的原理图。好的，我们下面呢就对微波炉啊进行具体的拆解，跟大家呢一一对应上面的所有的方框部分。好了，我们目前这一台微波炉呢是松下牌的 Panasonic， 它是使用逆变电路的微波炉。我们的工具呢是电钻，电表是必不可少的，然后呢最好呢你有一个塑料的这个镊子，还有专用的开箱的一个 bits。 那么最后呢就是一个鹤嘴钳，用于短接电路使用。最好呢也要准备一个 mark 的笔，标记这些电路的这个方向。那么把这个微波炉打开呢，需要一种专用的这种螺丝，把后面的这个6颗螺丝呢给拧开。因为厂家呢其实并不希望你打开这个微波炉，因为这个微波炉里面呢有高达5000伏的高压，如果操作不慎的话呢，可能会对你的身体呢造成损害。那么我们呢打开了这个罩盖。那么这一个部分呢是电源，那么经过了整流以后呢，这就是这个保险丝，大家可以看到呢在这个位置。那么经过了这个保险丝以后呢，首先经过的呢是这个磁控管的温度控制器，温度控制器接着连到呢整个这个腔室的温度控制器。那么接着往下呢，经过了 primary 的门控开关，当这个门关闭的时候呢，主控开关呢就闭合，然后呢就进入下面的 secondary 触点开关。
这个 secondary 门控开关呢，平时呢都是导通状态，帮你把这个门一打开的时候呢，这个开关就分离了，所以它这个 secondary 和 primary 呢，它的逻辑正好是相反的。然后电源呢就进入了这个塑料盒后面的这个逆变电路部分，形成了高压以后，这就是它的输出，5000伏的直流的输出呢，从这儿呢进入这个磁控管产生微波，微波形成了以后，微波的天线把这个微波信号啊从这个导向发射枪室里面，对食物呢进行加热，这个部分就是它的面板控制。面板控制的信号呢，最后会在这儿逆变电路呢进行功率控制，从而达到对食物的高火、中火和低火等等的设置。在这个后面呢，对着这个磁控管和这个逆变电路三封的呢，就是这个风扇电路。那么在最后这个部分呢，是一个灯泡电路。好了，那么现在这个微波炉的这个整体构造呢，就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。我们打开微波炉以后呢，可以对这个几个关键的部分，保险管、2个温度控制器，以及这2个触点开关 primary 和 secondary 磁控管进行检测。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呢，其实如果这些部位你诊断的结果，如果是磁控管或者是逆变电路出现了故障以后呢，这个微波炉呢就基本上就属于报废状态，因为这个磁控管更换这个元件呢也是蛮贵的，除非你买的微波炉呢是超过500块钱的这种比较高档的微波炉，如果就是比较100来块钱的微波炉呢，如果是磁控管和逆变电路坏了的话呢，建议就不要去维修了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进入检测环节。其实微波炉可以检测的元件呢就上面这些，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进行。首先把这个电表呢打到这个欧姆档，比较小的欧姆档。我们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要测试这个保险管。我们这个微波炉呢是朋友送过来坏了，那么我们首先呢对这个保险管呢进行测量。那么可以看到这个保险管呢，那么这个指数啊永远是呈开放状态，显然保险管已经坏了。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保险管为什么会坏？它不会无缘无故的坏，所以呢我们应该还要找出它的原因出来，对其他的元件呢逐步的诊断。那么下面呢就是磁控管的这个温度控制器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温度控制器呢，那么显示是非常好的导通状态。那么这个温度控制器呢，我们看呢枪室的 chamber 的温度控制器呢也是好的。进入这个 primary 和 secondary 这2个触点开关，看是不是会被烧掉。那么为了方便检测呢，我把这个触点开关啊，我把它呢给拆卸下来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是 primary 的触点开关，我们可以呢手工呢先看一看。那么这个声音呢听起来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。我们下面呢要对它进行测量一下。我们这时候把这个触点开关的开关打上，那么显然这个触点开关呢是工作的，那么我们可以呢就把它装回去。那么下面就是测量这个 secondary 的这个触点开关。好了，那么便于检修，我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电表呢从这儿啊放进去了。那当我把它接上了，可以看到这时候是开放状态。当我把门一打开呢，看，那么它就呈导通状态，所以它跟上面的这个门正好是相反的 secondary。那么目前来讲呢，它呢工作状态呢也是良好的。那么现在剩下的可以测试的呢，就只剩下磁控管了。这个磁控管呢，我们呢也是把这个打开，磁控管的2极，我们可以呢用欧姆表呢来测量一下。我们现在看这个直接测量这2极的话呢，那么它基本上也是导通状态，所以呢这也是良好的。那么任何一极呢对这个地啊，那么测量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呢都是呈开放状态。从目前简单的测试来讲，这个磁控管呢也是好的。目前唯一没有测试的呢，那么就是下面的这个逆变电路。我们来看看这个逆变电路呢是不是会有什么问题。我们下面呢就要拆解这个逆变电路。那么拆解这个逆变电路呢，首先要把这些信号线呢给它分离。那么我们把地线呢分离，然后里面呢有直接的这2个地方是它的电源输入，我们把它呀打开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逆变器呢还不能分离。那么因为呢在底下呢还有2颗螺丝，我们把这个螺丝啊也给打开。好了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逆变器啊就被我们拆解下来了。那么这个逆变器打开了以后呢，大家可以千万不要接触到任何的这里面的管脚，那么手呢一直是抓着这个塑料壳。好了，我们在这个灯光下面呢来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个逆变器的结构。
好了，我们现在在灯光下呢，把这个逆变电路的这个外壳啊，这个卡口打开。这个时候呢，就露出来了这个逆变电路里面的工作的电路。大家要非常小心呢，不要去触碰这些管脚。我下面呢就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大概这个逆变电路的工作的原理。这个部分呢就是交流电的输入。交流电的输入以后啊，经过这个整流部分，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整流电路，叫做 rectifier。那么整流电路完成了以后呢，变成直流啊，就直接输入到 IGBT 的这个3极管。我们知道 IGBT 晶体管的这个作用呢，就是在这个控制信号的作用下呢，它把直流呢还原成交流，然后呢输入到这个线圈。这个线圈呢，可以看到这一部分呢是非常密集的部分，升压部分。那么它把这个电压呢就生成到交流大概是2500伏。2500伏完成了以后，那么就进入了这一个部分，我们说是高压部分。这个高压部分呢有2个呢高压二极管和2个呢高电压值的这个电容。这个部分的电路呢，就是之前在黑板上跟大家显示的全波的 Granaccia 的升压电路。升压电路完了以后，这个时候啊，在这个线上面呢，输出就达到5000伏的直流。5000伏的直流呢，就送入到这个磁控管。在这个电路里面还有其他辅助的电路。那么这个部分呢是陶瓷电阻。经过了陶瓷电阻以后呢，它输入到这个背面呢，那么这个板子的背面呢，一定是一个芯片。那么这个芯片呢，驱动以后呢，产生这个频率信号呢，来控制这个 IGBT。如果你想更加安全的操纵这个电路的话呢，这个电路应该是要放电的，因为这个上面都是将近5000伏的电容，它们里面呢仍然可能存有少量的电量。那么放电的步骤呢，实际上就是对这些高压二极管呢，它的管脚呢进行这个短路，拿着它的绝缘部分，大家看呢，对它的管脚啊进行这个排列组合的短路。那么其实呢，只要短接它高压二极管的2个极相就可以了。那么很多朋友呢，可能并不知道这个二极管的这个极相电路图的这个显示方法，所以最简单的，你就是把这些管子啊全部都排列组合的，你看短路一次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可以保证里面连接的这个高压电容呢，就全部进行放电了。电路最后一部分就是这个3个信号输入，黄、橙、锗3条线路。这3条线路呢，是通过脉冲信号来控制这个逆变电路的功率的输出。所以我们使用逆变电路呢，可以更加精准的达到功率的控制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就是基本上是这个逆变电路的工作原理。那么它的检测呢，需要对它整流器、IGBT 3极管、电容还有这个高压的二极管进行检测。从目前来讲，对整流器和 IGBT 的检测呢，超过了很多人的认知。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呢，检测这2个高压二极管。我们打到电表的二极管档，我们对这个二极管啊进行测试。那么这个二极管呢，这个二极管似乎没有反应。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二极管呢，我们这个二极管似乎也没有反应。我们下面看来要把这个电路的背面呢给它打开，来完成进一步的检修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我已经对这个高压电容啊放电处理了，所以我现在呢是比较安全的呢，可以把它们进行这个打开。那么这边上呢有2个卡口，我把这个卡口呢搬开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电路的底部呢也完全的暴露了出来。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呢，这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 driver， 那个高频信号的控制器。而这个部分呢是电容的一级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用这个塑胶啊已经封了，就怕你呢不小心的触碰了以后呢产生这个 short。那么我们现在对这个高压二极管呢进一步的测试呢，发现呢它的确啊从各个角度呢它都是属于这个断开的状态。那么现在看来呢，这2个高压二极管呢都被烧断了。我们把这个管脚啊，我们不妨呢先把它切开，断开这个电路。我们在断开电路的情况下面呢，再进一步的测量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确实呢是100%的这个2个二极管呢都被烧断了。我们这次维修这个微波炉，那么它的病因呢已经找到了，实际上是这个高压部分呢，那么这2个高压二极管被烧坏了。那么烧坏了的原因呢有很多种，那么也有可能呢是这个高压部分呢那个 IGBT 呢控制坏了，
比如说产生了过高的高压，让这个两个二极管呢不能承受，也有可能是电容熔断了，那么对它呢产生了过负荷，那么这个原因就会非常的复杂。所以按照 Panasonic 的维修手册呢，如果你的逆变电路诊断出现了问题以后呢，那么建议就不要对它呢进行维修了，整个这个微波炉呢就处于报废的状态，除非呢你能购买到跟下面这个一模一样的这个电路板。那么我们再通过今天的诊断呢，那么虽然看起来呢好像是保险管被烧掉了，但实际上深层次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逆变电路呢产生了过压，从而导致呢这个保险杆烧断。所以下次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呢，保险管烧断了，更换保险丝是没有用的，你买了一个新的保险丝呢，仍然会再次烧断，所以你一定得找到它的最根本的原因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关于维修这个微波炉的视频呢，就介绍到这里。虽然呢我们没有把这个微波炉修好，但至少呢跟大家讲解了微波炉的工作的原理、微波炉的拆解以及它的一步一步的诊断的过程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 DIY 的视频呢就介绍到这儿。希望今天这个关于微波炉的介绍呢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好了，我们本期微波炉的 DIY 视频就介绍到这儿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